Hello， 大家好，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這次的旅行，我們來到神奈川橫濱。OK， 已經到了飯店了。只有住1個晚上而已，所以就是一般小小的商務旅館。我們這次來關東呢，有3個目的。第一個呢是要看橫濱的聖誕市集。去年就想看橫濱的聖誕市集，但是呢人太多，天氣太冷，就放棄了，沒有來。第二個原因是要去東京的池袋，要去看吉卡哇 Park， 已經買好票了。第3個目的呢是要去湯河原的一個全包式的溫泉旅館。這就是這次來關東的3個目的。只有吉卡哇是在東京，其他都不是在東京。但其實想要去東京玩的人呢，或是想要在關東這一帶玩的話，其實是可以一起跑的啦，沒有什麼問題。有。要去看聖誕市集。上次來的時候超冷，今天好很多，今天蠻溫暖的。第一晚的飯店安排在橫濱聖誕市集的附近，距離紅磚倉庫走路只要15分鐘，算是蠻方便的位置。橫濱的聖誕市集幾乎是每年都會固定辦的活動，今年舉辦的時間是從11月21號一直到聖誕節12月25號。有確定要來的話，可以事先在官網上面買票。橫濱聖誕市集的門票分為平日票、特別日票和優先票3種，可以使用的日期和規定都不大一樣。官網上面也有繁體中文的說明，要記得看清楚哦。好漂亮哦！11月份的聖誕市集感覺起來還有一點早，但其實這個時候來比較不會這麼冷，就算長時間待在戶外也完全沒有問題，是個還蠻推薦的時間點。這邊就繞到市集裡面了。聖誕市集裡面真的氣氛非常好，整個很浪漫，很有節慶感，感覺大家都是來約會的。現場真的情侶超級多，除了有一些雜貨的攤販之外，主要還是以小吃為主。多數的店家提供的餐點也都是比較有耶誕氣息的料理。普通溫。普通溫。儘管氣氛非常浪漫，裡面的東西實在是非常的貴，和遊樂園裡面賣的餐點是差不多的程度，分量都小小份的，大部分的人應該是吃不飽的程度。怎麼樣？有沒有很浪漫？不貴。他剛剛5粒6個多少錢？2900。頭會哦，可可亞一杯多少錢？800。這是遊樂園的價錢。雖然整體的食物稍微有點貴，但氣氛還是非常好。除了橫濱以外，日本有非常多的地方年底都會舉辦聖誕市集。如果有規劃來日本玩的話，不妨看看自己要去的地方有沒有在舉辦哦。第2天一早，我們離開了橫濱，前往東京池袋。這次的旅行第2個目的就是要去吉卡哇樂園。雖然很想分享裡面的內容給大家，但這裡有規定不能拍影片上傳到 YouTube， 所以這次會用照片的方式來做介紹。吉卡哇樂園是需要事先在網站上購票，剛開幕的時候是採抽籤制，但我們這次要來的時候是已經可以直接在網站上購票。這次很幸運，我們有買到早上的時段，趁着人還沒有很多的時候，在裡面的體驗設施都沒有排隊排太久。在館內是可以使用手機拍照的，但有部分的設施是不能拍攝影片，記得去之前手機一定要充飽電，到裡面一定會狂拍照。另外也有一些互動拍照區，可以事後用 QR code 下載自己的照片，設計的也很不錯哦。整個玩下來，覺得他們工作人員真的是非常加分，在互動區的時候說明的非常仔細，需要時也會幫忙拍照。最後到了出口處，還有拍照時間。
這天遇到的是吉嘎哇，還有哈基瓦嘞。另外也有機會遇到小桃某夢嘎或者是烏薩基哦。我现在在打嗝，停不下来。我们現在在小田園站，哎呦，在東京只有待短短的一下下，我們就來到了小田園站。然後其實去箱根也是可以從這邊去，但我們這次是要去湯河原，然後現在是轉 JR。湯河原溫泉雖然沒有像箱根或是熱海一樣那麼有名，但其實他們都在附近而已。從東京過來的時間也都差不多，相對起來遊客也沒有這麼多。想要避開人潮的話，是一個非常推薦的溫泉區。今天選的這一間也是很厲害的。它也是全包式，然後呢，它的服務呢還蠻多、蠻充實的，對，還蠻期待的。大概，溫泉呢？抵達車站之後，我們就轉搭接駁車前往今天的溫泉飯店 Grand Lectore 湯河原。這次的飯店是全包式溫泉旅館，內容包含早晚餐、點心、酒飲、大眾溫泉、三溫暖。還可以免費使用個人湯屋、其他桌遊、卡拉 OK 等娛樂設施。很加分的是，在抵達飯店大廳後，會直接發號碼牌，可以坐在大廳一邊吃點心，一邊喝飲料。慢慢等待辦理入住手續，不需要一直在櫃檯前面排隊等候。何これ？一開始就有好多吃的東西哦！哇，我最喜歡的雪球，還有いろいろある。大廳的點心蠻有誠意的，有很多可以配酒的零食。酒類的部分，除了有啤酒、紅白酒以外，也可以自己製作調酒。如果不會調的話，還有推薦配方可以參考。今天買的格力萬酒喝一杯吧，乾杯！它鑰匙這樣設計的，magnet，呢？很像寶貝。check in 的時間基本上是下午3點開始，因為是全包式，提供的服務非常多，建議要來入住的話，不要太晚過來哦。我們這次房間在這裡，其實它房間裡面還蠻簡單的，雙床房，但是就是在隔壁這樣子。房間裡面除了床，還有一個簡單的一個小吧台區，冰箱，裡面就是水而已，還蠻簡單的，還不錯。是它後面還有一個沙發區，這樣子，你坐着，然後電視在這邊，這也是應該最基本的房型吧？最基本的房型。但是它裡面還是有 shower room 的，還不錯。其實它裡面設計的沒有這麼傳統的溫泉旅館的感覺，但是也是蠻充實的，而且我覺得風格很可愛。它會自己打開那種，還不錯。到了房間，快速整理行李後，我們換上浴衣，馬上準備開始去泡澡。雖然大眾池也讓我們非常期待，但因為這裡的個人湯屋不需要另外加價，所以第一站我們就先來個人湯屋看看。哦，很燙哦！哦，舒服。但這個可能一個人泡差不多
2個人泡有點太擠，對，個人用。對，那3000中子大小，差不多。如果一家人來泡也是可以泡。它這邊有專门的3溫暖衣服，你要不要把你的3溫暖衣服打開來看一下？哦，就是一個基本的衣服啊，它下面有褲子。收發感覺怎麼樣？很忙，對不對？對，我們2點半左右到，然後稍微等一下排隊去 check in。check in 完之後，就在這邊稍微喝一下。喝完之後，3點開始個人湯屋可以使用。然後我們稍微泡一下之後，馬上接着又去它的3溫暖。然後它3溫暖的設施其實很不錯。对吧？蠻完整的，只是比較小啦，沒有說很大一間，但是該有的都有。好像最熱的有2間，對不对？冷的1間，然後還有嘴風呂，還有竹湯啊、溫泉啊，都很不錯，蠻完整的。等待吃晚餐，期待他的晚餐。這裡太多事可以做，好忙。あ、はい、お願いします。泡完湯之後，就是期待已久的晚餐時間。晚餐是採自助式形式，因為是全包式方案，所以酒飲不需要另外加價。蝦子啦。このエビめっちゃ綺麗。餐點的內容其實還不錯，但可能是之前在千台住的一枝坊集團實在太厲害，讓我們的胃口稍微被養大了一點。除了泡湯和吃飯之外，這裡還有很多免費的娛樂設施可以使用，不管是情侶或者是一群人一起來，都可以玩得很開心。我們還在這裡唱了卡拉 OK， 原本以為只有日文歌，沒想到竟然有。你怎麼看得出來？我真的完全看不出來那個是什麼歌。可以唱免費的卡拉 OK 實在是太好玩，好玩到隔天早上我們又再來唱了一次。最後一天的早上，我們沒有太多行程，在泡了一次溫泉之後，準備來吃早餐。可能比較晚過來的關係，人真的超多，但還是吃到了非常不錯的海鮮丼。那早餐，還好，就人很多，因為我們比較晚來去。應該是這個海鮮丼，這個最多，然後其他的就要買雞粉。離開溫泉飯店回京都之前，我們來到熱海站前面的溫泉商店街走走。早上還有時間，就來去逛逛。好久沒有來這邊。我們現在要走這個商店街黑瓦兜裡，來到這裡逛逛。對啊，溫泉街之類的。細川游步道，對啊。附近看看，感覺沒有很遠。走吧，就在那邊而已。雖然只是一般的週末，但入秋後就是日本人的旅遊旺季。熱海站前的商店街遊客超級多，就算沒有買東西，只是單純走走逛逛也蠻有趣的。溫泉饅頭哎，我的咕嚕哇的了。你早上有吃嗎？有啊。我沒有吃哎，好吃嗎？還不錯。我的長相好像不大行。青木雕可以呢。
沒有做功課的話，就是哪裡在排隊就吃什麼，對吧？大家都吃它的泡芙，你就買個泡芙來吃吃看。麦きこがし一つとブリュレ一つ。はい。はい。这个是什麼？它的布蕾。ブリュレ。布蕾。脆脆的嗎？沒有到很脆。泡芙還不錯，一個小小的。商店街有很多小吃和美食，這邊的海鮮丼非常有名，光是賣海鮮丼的店家就有好幾家。但我們飯店早餐吃得太飽，所以主要都是在吃一些甜點。哦，很黏哦，這個粘稠度讚。可以嗎？它是焦糖味偏重，然後我選的黑色冰它真好吃。熱海商店街一直到稍微遠一點的銀座商店街，兩邊時間加起來差不多2個小時就可以逛完。如果是來到這附近的話，還蠻推薦可以來這裡走走的哦。嘿嘿，可愛い。有包東西嗎？暗號。哦，塔波波。虽然我們很少來關東，但是偶爾來一次，看到美美的富士山還是很興奮。這次還帶了一隻可愛的栗子饅頭回家，下次有機會再來這裡走走嘍。這次影片就先到這邊，下次再見嘍，拜拜。19